慧珍姐，现在全世界最担心的是什么？就是荷姆斯海峡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所谓的伊朗革命卫队已经讲，你敢来我就炸，水雷我真的是这样布，大家一起死啊，都没什么差。结果现在呢，连中国学者都已经讲了，他说现在是全球最关键的荷姆兹时刻，因为包括能源、包括船运、包括相关东西，这个地方是重要的一个枢纽，别忘了。连跟我们台湾都有关系的，是荷姆兹海峡啊，因为这一次的开战事件到目前为止，国际油价已经大概涨到每桶80块美元以上，这涨幅是吓死人啊！所以人家说，如果在这样的个荷姆兹海峡继续被控制下去的话，搞不好到了月底哦，3月底哦，100美元都是有可能的。哇，那全世界会受到的冲击啊，包括你的一些不管是各个产业啊，你的这个成本都会因此而上升，因为你油价涨，你的电价就涨，你电价一涨的情况之下，你就是万物齐涨，所以你知道这个很糟啊！这个人是谁啊？这个伊朗革命卫队的总司令哦，这个叫贾巴里。这贾巴里那是讲他爸，你没事去弄攻击全世界干嘛？他一口气哦攻击谁？他就跑去攻击卡达。他除了封锁这个荷姆兹海峡之外，他还跑去攻击卡达的一个油田。所以现在情况来了，你看光是荷姆兹海峡，你知道吗？他说在这个海域里面竟然布了6000枚的水雷，这有够太可怕，也难怪。这个革命卫队的总司令说，他会把正规的海军会把这些船只烧成灰烬，是放6000枚的水雷。我跟你讲，他真的是，我一碰我就死了。他真的是抓狂起来，连自己都杀啊！他们自己前几天击落了他们的游轮，这个游轮是什么 Skylight， 那个 Skylight 是他们自己的影子船队耶，狠到连自己人都杀。他就是有没有？我跟你讲哦，连我们自己的游船都出不去哦，所以你们其他人不要从这边经过。就用这样的方式，到目前为止，你看左边那个图，他说到目前为止大概已经有超过80%哦，本来每天大概有那个2000万公吨的那个油要从这边出去的，现在啊大概已经有80%都受到影响啊，所以国际油价的行情啊涨了10%啊，所以你就知道他说由此可见这整件事情对于国际的影响有多大。再来6000枚水雷，你看一下那个6000枚水雷包括什么？天哪，什么漂流水雷啦，吸附式水雷啦。这个同样代表一件事情，就是你只要打此过，我就跟你全部把你整个炸烂掉，连我的这些整个油全部污染我的荷姆兹海的这全部它都没有关系。所以你就知道他的玉石俱焚的心态。你敢让我们的政权贪腐，我就让你全世界断气。断什么气？断天然气。他真的很要求过了。你看他说打到哪里？打到一个叫拉凡工业区哦。这个拉凡工业区，你看到它可是全世界前3大的天然气的主要出口地方，而且更重要一件事情是，它控制未来10年全球液化天然气25%的一个产权呢。这个供应量这实在是让人家觉得很可怕。然后你再看右边这个部分，你看它整个有没有看到这个图表？全部都是一个石化园区的概念。它下面有想，你看它有什么？它有 refinery， 那是什么？就是它有炼油厂啊，还有 LNG 的管线啊，它有油田。你看右边有没有4大块？有没有？像小贴布一样4块贴布，你知道那个是什么吗？它就是北方油田啊。这个要求过，这个北方油田，我们台湾中油有5%股权。你有没有看到右边那个新闻？2024年，中油跟卡达签署了27年的 LNG 的供应合约，每年要拿400万公吨的 LNG 要供给我们那个中油，那中油也就付了这一笔钱，然后就入主你这一个北方天然气的这一个什么东半部一个5%股权。所以换句话说啊，每挖出来100桶啊，有5桶啊是我们中油的。光是打这一个天然气田跟它打这个部分，都影响到我们台湾的相关的资产。你有没有看到它整个涵盖的范围有多大？包括卡达能源的 LNG 公司啊，包括它的一个炼油厂啊，包括海湾天然气公司啊，还有包括什么？它下游的一个塑化5大泛用塑胶厂都在这个园区里面。所以你这样打下去之后，你影响有多大？不要说只有我们，看有没有看到连壳牌啦，连通用液化石油气啊。
通通都受到影响。除了我们台湾资产有受到影响之外，你知道还有什么吗？中国，对，刚刚不是提到吗？中国它有那么庞大的，它这个光是天然气都从你卡达这边出来的，然后你又把我的荷姆斯海峡封了，对，然后就要翻脸了，而且整个翻脸。所以你知道现在传说第一个跳脚的是谁？不是日本，不是韩国，不是我们台湾，竟然是中国。中国传出施压伊朗，你不准封锁荷姆斯海峡。对，这真是太好笑。而且我跟你讲，这个昨天也有，不是大哥，我今天被人家打，我才会封锁的。你们来救我，你还叫我不能封锁。所以现在好笑了，现在就变成了伊朗跟中国看起来啊，他们私底下他们的一个矛盾的情节啊，已经浮出台面上了。我现在被打，大哥，你是我大哥，你不来帮助我，大哥，每一桶油现在行情72美元，我已经卖你30-40美元，我卖了几年，结果到现在最重要的时刻，你竟然不出兵来帮我，不出兵来帮我之外，我现在为了这个情况，我只能把这个掐住全世界的这个经济的命根子，我要倒了，我也让你们没有气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大哥，你竟然第一个跳起来反我的，你竟然还叫我不准封锁我们这个海峡。所以有没有两方的矛盾看起来已经台面化了？金明哥，我们刚刚看到荷姆斯海峡被封之后，全球跳脚，还有什么？现在连领空上面被封，大家也快要疯掉了。你看到这一张图被形容是什么？现在伊朗这周边每天都炸来炸去，谁敢飞，全部都停飞。就现在他们形容说什么？我们要绕来绕去。他们说那个航道非常非常的窄，根本是很多飞机是挤在一个航道里面。他形容这跟穿针引线一样。好，就我想说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样，我才发现原来中东真的是世界上最大的转运站之一的。没有错，其实兆和你刚刚讲的就是这边。经过土耳其北方这边，这个从黑海这个地方，亚塞拜然、亚美尼亚、乔治亚，然后会经过土库曼，还有包括这个阿富汗，然后往这个地方，然后到了这个亚洲的上面的空中航线。你刚刚说穿针引线，其实在亚塞拜然跟这个亚美尼亚到乔治亚这一个地方最窄的地方，它的空域啊，大概只有160公里宽，所以你就知道说，不是往北飞，就是要往南，然后甚至再想办法绕过去，已经没有地方可飞了。也难怪昨天、今天这2天啦，包括台湾在内，国际的这个航空公司，只要是航空公司跟航空有关的这些航空，他们的股价几乎都应声重挫，下跌。你就知道说，他们现在头在烧啊，以后还能飞哪里？所以这3大国际航空枢纽，你要知道，它承接来自于亚洲。澳洲，它要飞往欧洲，甚至飞往这个到非洲，欧洲跟非洲、亚洲、澳洲的它往来最重要的转机这个连接的枢纽。这3大机场，卡达机场、杜拜机场、阿布达比机场，它的这个枢纽位置这个地理位置非常优越，它连接来自全球超过80%这个人口居住地。大概你从这个三大机场，你要飞到欧洲或飞到非洲。你只剩下8个小时内的这个航程，很多全球人都在那边干嘛？来转机，这很重要的。我之前到这个意大利啊，飞欧洲、意大利或西班牙的时候，就是转到阿布达比，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阿布达比这个地方转机。你要知道，这个地方这3大机场的航空枢纽，它可以合计处理全球1亿2700万旅客人次的这样一个流量。然后呢，美国跟以色列在这一次攻击了这个伊朗以后呢，中东地区就有高达11000个航班被迫取消。对，你要知道它影响多大。它之后要把它这个好几天这几天以来取消的航班，以后要把它累积去化消化的话，那要花多少时间和多少的这样的一个航空能量？所以根本是什么？航空完全塞住了，在中东的天空，没错，大塞车。尤其是我们台湾的这个航空公司，不管你做华航或者是长荣航空，几乎都会到这个阿布达比的扎业的国际机场。阿布达比扎业的国际机场在3年前，2023年的时候，他们又启用了一个全新的这个 A 航厦。对，那个 A 航厦它是一个 X 型，从空中鸟看它是 X 型的这个造型，是非常漂亮现代化的一个机场航厦。那这个地方它的安检就在中间。那从中间做安检的话，它的4个这个机场的它的一个廊道啊 ，A、B、C、D 它主要的廊道它会有这个沙漠、城市、绿洲、海洋各种不同的风格，风格明确。而这个地方主要是作为安检。
那你其他要到那个各个这个登机闸口的时候，它的方向风格不一样，所以很明确，旅客在这边转机，因为它是24小时可以起降的这个，它是24小时的，对，而且从安检中央的安检处，你要通往各个地方到登机闸口，最快走路只要11分钟。对，我没有看过全球那么多的这个机场哈，它的这个方向很清楚，很好辨识，旅客也不容易因为转机找不到方向，很容易迷路。它这边不会，很好找。所以你知道，它这边有2条4100公尺长的那个机场跑道，对，连那个最大的那种像这个空中巴士 A380那种机型的飞机，它都可以停，所以都可以起降，以至于说大家都跑来这边转机，已经成为国际的这个航空枢纽，使用各个航空公司最常用的这个航厦。但是现在因为美以攻打伊朗，然后伊朗又要封锁，扬言封锁整个这个荷姆兹海峡，对，现在这样子谁敢飞啊？你这3个机场全部都受到影响啦。所以当全球的这个空运航空都在紧盯阿拉伯这个大公国的杜拜机场，还有包括阿布达比机场，他们能不能重新恢复起航？那你就来看，有4万人紧盯这个国际航空的这个航机哦，就为了看一架对飞往孟买的航班有没有飞，其中4万人，其中他们总共在5架阿联酋航空哦，有1架他今天早上终于离开了这个杜拜机场，你看到没有？他离开杜拜机场呢，然后他开始起飞的时候。4万多人在线紧盯哦，他说什么？不是4万哦，14万啊！我少一个10，所以14万人在那边现场关注，他在这个自己那个盯着电脑荧幕或者这样子，然后全部都在看第一架飞机能够顺利起飞的时候，大家拍手叫好，就象征着我刚刚讲的这个全球航空国际的这个连接的枢纽，终于又能够重新启用的话，多少在不管是航空公司啊、旅客也好。他们全部都松了一口气，希望在杜拜或者是这个阿布达比这边都不要再受到影响。怎么？为什么今天有14万人就在看一架飞机到底什么时候来起飞？因为太妙了。中东我们都知道，很有钱的人，很有钱人才会去赶，现在搭飞机要赶快来跑。现在中东就是一个富豪的逃难真人秀，这不是说他们很惨很糟糕，没有哦，是这些富豪多有钱，是多各凭本事。你有钱，豪车。保镖送你走，你没有钱，你会变成什么样？你看到，你就睡饭店吧，饭店没什么，不是，你是睡在饭店的地下停车场，是没有错。杜拜这个地方，大家原本想要杜拜，你会想到什么？高调奢华，对不对？然后纸醉金迷，但现在变烽火连天，为什么？因为伊朗封起来，连平民都打，连饭店都打。对，杜拜的帆船饭店，他们的指标居然也受到波及，他们的什么？他们的棕榈岛也被打，对，太寒嘛。所以这当中呢，有钱的人就逃难，对，比较一般的人就避难。避到什么地方去呢？就避到地下掩体。你就说，哎呦，杜拜还有地下掩体哦？没有啦，就是地下停车场。他把上面房间里面的床垫移到下面的地下。这是一个高档的酒店，对，高档酒店床。睡在地下室，没错啊。这些有钱的人呢，原本都睡在一晚，最少1-2万的饭店，对不对？对。结果现在加后亚郎多一下，我们就刚刚讲，地下掩体就是地下的停车场啦，睡在车子旁边，就困在车边啦。你讲困在车边，其实你看哦，里面的设备还蛮充足的，其实还有桌子，还有床垫，然后还有这个饮食椅子，好像李明大会堂一样。过得还不错啦哈，但你看睡觉，有的人还蛮惨的。对，后亚郎，我们不能在顶头架个最后会坡呀，现在在下面只能盖着薄毯子啊。那还有人说，这对人阿伯啊，原本去啊讲要圣公，我们要去庆生，本来今天就要回去喽。讲完之后，砰砰2声飞弹打来。所以他现在就只能住在停车场。不是这一些很有钱富豪，竟然能够去忍受大通铺的，没有错，睡在停车场的地下室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其实这一些饭店一整瓦后来你看，其实它有无敌海景，然后你看夜名城，还有什么？它还有它自己的那个吧台，还有自己的客厅，其实过得很好。可是你看它然后你看它还可以吹海风啊。然后看着这些海景很漂亮，但是你看它到了地下室之后，只能什么？只能闻着汽车、机车的废气啦，然后只能看着前面。他原本睡得这么好，没错，对，富豪气死了。对，一定就无助的啊！我来家是要度假，你家平常过奢华惯了呢，你家过这个，你看嘛真痛苦，那是我是真艰苦啦。那我们刚刚讲，富豪只能就地避难，对不对？超级富豪。
他就可以逃难呐、真的假的？有钱真好。有钱真好，不是封锁了吗？不是，没错啊不管是海运，不管是对航运，甚至空运没错都封锁，都封锁了。有钱都可以跑。没错，刚进民哥说，杜拜很多这个机场很多航班都取消，对不对？啊，等下超级富豪也不要弄，也要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说，你杜拜封锁机场没关系，我就不从杜拜离开，我去哪里？我去隔壁的阿曼，我去隔壁的沙烏地阿拉伯，这回连机器啦哈，私人飞机，私人飞机自己包机哈啊，对你知道吗？其中有一间在阿曼的一间经纪公司叫 Jet VIP， 他说今嘛飞往伊斯坦堡的小金喷射机已经要价315万台币啦。所以以前呢，可能只要1/5的钱，现在居然要300多万。另外一间更好，你讲奥地利包机公司叫 ABBA， 一共今卖332万台币才可以飞。而且我问你，你要怎么从杜拜来阿曼？怎么从杜拜去沙烏地阿拉伯？要拉车啦。拉车你就知道，超级富豪一定要坐 SUV 啊，才坐得舒服嘛。所以他们就在抢 SUV， 抢这个大型的豪华的车子要从这边到阿曼，到沙烏地阿拉伯，然后呢，你知道吗？到了当地到了沙烏地阿拉伯，你知道坐飞机，这些飞机如果你要飞往欧洲的这个航班你猜多少钱？李友杰。这些你这些富豪，你说他对今天是富豪，他今天要用搭车子的方式去拉车找保全，没错保全公司全包，我私人保全护送你到机场去，机场就顺利飞到欧洲去。对刚刚你讲一张机票300多万，对，这顶多600吧？没错，应该大概600人。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，新闻时事不漏接。老时段，新气象，我是钟耀和，关键时刻2.0，全新出击。